他是中国自由搏击历史最强王者，能文能武，敢打敢拼，是集合实力和全伤为一体的顶级选手。千锤百炼的神龙摆尾，将一切站在他面前的对手斩落马下，更是为他造就了53胜7负的豪华战绩。他就是江湖人送外号“坦克”邱建良。不断突破、不断挑战自我的邱建良，时隔2年再次重返擂台，来到了亚洲最大的格斗赛事万冠军赛，自然得到了赛事方的极大重视，更是为他安排了实力强劲的日本悍将。他是来自日本的格斗武士，个性冷酷，打法犀利。横冲直撞的作战风格让他一次又一次拿下对手，不仅创造了23连胜的惊人战绩，还曾5胜中国选手，造就对华不败的神话。他便是江湖人送外号格斗武士邱元浩贵。打中国人我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我打中国人从来没有败绩。邱建良在我的面前就像是一台快报废的坦克，我会亲手摧毁他。我不觉得任何一个对手对我有任何威胁的成分在里面。他才打了几个中国选手，他输了什么让他付出代价？当了解到他的风格以后，我就知道该怎么去应付他。好，观众朋友们，双方这一场中日对决已经开始，我们注意看，日本选手赢。看到这个韩国棒子跳舞，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因为就在刚刚，他击倒中国选手之后，先对着后脑赶紧补上一拳。要知道，在搏击擂台上打后脑和杀人没什么区别，无数次擂台上产生杀人事件都是因为击打后脑。见中国选手躺在地上一脸痛苦不堪，而他却在一旁幸灾乐祸，跳起了舞蹈，疯狂嘲讽。赛后在接受采访时更是直言不讳表态，打比赛并不是目的，打死中国选手才是他的目标。在另外一场比赛中，也是一脚将中国选手 KO 之后，对着昏迷不醒的中国选手疯狂的打拳，导致中国选手的脖子当场断裂，落下了终身残疾，只能被担架抬走。这个嚣张的韩国棒子名叫张艺焕，虽然说在格斗擂台出道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凭借毫无人性且毫无体育道德精神的作战风格，深受韩国观众的喜爱。在比赛中，不是把对手打得面目全非、口鼻喷血，就是毫无人性的疯狂补刀，直至对手当场残废。而这一次，观众朋友们，我只能说张艺焕啊，他要走霉运了。这场比赛来自于我们中国内蒙的好汉阿力腾黑利啊，来到了韩国首尔挑战了张艺焕。我们看这个小子啊，还一脸淡定的，还不知道一会儿会发生什么。而阿力腾黑利在心里边早已盘算好了该如何收拾对手。好，我们注意看这边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黑色短裤，来自内蒙的好汉阿力腾黑利。我们比看阿里腾黑利啊，他的个子不高，但是我们注意看他的肌肉非常扎实，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摔跤手。而紫色小裤衩的蓝方选手，韩国棒子张艺焕。这小子在身高和臂展上的优势啊，已经相当明显了。And is making sure that Alatang Haley can't get in to close the distance to work that wrestling magic of his. Inching his way forward, then perhaps he might have a chance to take him down. But I'm sure Inkwan would have prepared a lot of good defense for this fight. The reaction of Alatang Haley is not really good at the moment. 阿力腾他的这个力力啊，相当可怖。曾经在一场和菲律宾选手的比赛当中呢，用了一招非常罕见的旱地拔葱站立断头台。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啊，哈利腾黑利的这个站立断头台，场面是相当的。Inkwan's got those long limbs. It's making it hard work for Alatang Haley. He's finding it difficult to get inside. These two had a little word battle about the division that they're fighting in right now. I guess they both want to stay here. Alatang Haley wants to stay in this division. He says he's going to continue fighting in this division. 整体的进攻态势还有这个进攻节奏呢，我们是比较积极比较主动。反倒是这个韩国小棒子张艺焕却畏畏缩缩，占据着这么大的身形优势啊，打得这么逼死。果然他是个小人呐。But as time goes by, you know, just like that. You know, those kicks will damage him a lot.
Yeah, at the moment you can see on Alanteng Haley's face, he's looking a little frustrated. He's not able to work his game plan. That's not very. 时间已经过 nice 半， swing, but not long enough. 漂亮！阿里 Gotta 腾 be 黑 careful when 帝 he goes 前后这个 inside. 组合都有打 Striking's 中， very good. 黑帝的拳很重啊，只要摇到一拳，我相信对方肯定受不了。 Alanteng Haley moving forward. 黑帝赶紧压上去。 Alanteng Haley. 张欢此时还要挣扎一番，通过连续的肘击， He's trying to 非 finish 常 it. 的 He's 重。 trying to unleash it. He's out. Big, strong finish 好 by 的， Alanteng 搞起了 Haley. He didn't take it. 虽然在韩国首尔啊，但是有不少的中国同胞、中国观众啊，还为阿里腾黑帝前来助阵。 Well, I didn't think he could close that distance, but he made it. Yeah, the big overhead. Freaking KO. Oh, big. Yeah, big Check two. this out. Got Right? it 手打 wobbly. 晕之 He's 后， wobbly there. 阿里腾黑帝是完全没有犹豫，赶紧上去补拳。而且这次的这个刀啊，阿里腾黑帝呢，我觉得 Alanteng Haley 其 covered 实 up. I 可 think 以 he was 没有必要 surprised 那么多 himself that 拳 he，landed 但他还 that 是 two 不 so cleanly. 我只能说每一拳啊， Right 看 around 的都 here, 很尽兴。 just wails down. Boom, he's 好， out. 谢谢阿里腾黑帝为我们中国同胞带来一口气， Right on the 十分感谢屏前你的收看与支持，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恭喜！注意看，中华猛虎铁银华一不留神，竟然被韩国人给击倒了。台下的韩国观众见到这一幕，都开始洋洋得意的庆祝起来。估计连铁银华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被韩国人击倒。其实对手也并非等闲之辈，他曾2度来华，不仅重拳独秒过中国坦克邱建良，还曾战胜过中国悍将杨卓。野心勃勃的金东秀以为自己可以称霸中国拳坛，于是第3次来到中国挑战了猛虎铁银华。但站起来后的铁银华如同猛虎下山，和金东秀展开了一场生与死的较量，玩命对轰，看呆了现场所有观众。好，中华猛虎铁银华对战韩国刺客金东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注意看红色拳套的光头选手便是铁银华，相信大家对铁银华的这个造型啊有点陌生。因为铁银华在迎战金东秀之前啊，曾在少林寺修炼了3个月啊，苦修3个月，无论是体能还是拳法都得了质的提升。我们再注意看蓝方选手便是韩国刺客金东秀，他曾2度来到我们中国，重拳独秒过邱建良，还击败过炸药包杨卓啊，他就以为自己啊可以制霸中国拳坛。要知道，我们中国拳坛的4大天王分别就是杨卓、邱建良、铁英华、魏睿，而这个金东秀的目的啊，就是击败4大天王，彻底称霸我们中国拳坛。在面对韩国的这位选手呢，丝毫不逊，后手的直拳，后手的直拳击中了面部。因为我们看到金东秀是一个左撇子腿拳手，是个板架子的。铁银华典型的进攻，用前手作为杖尺，用后手作为武器。尽管铁银华刚才对对手一个重击，但是我们觉得现在铁银华看到现在改变一种打法了，打法稳健多了啊！跟这位经验丰富的韩国台派选手来打呢，一定要克制他的优势。这位选手就是打法比较灵活，而且腿法比较刁钻，也很多变。第一回合时间已经过半，虽然说小虎铁银华开局不利，被金东秀啊击倒了1次，不过对方的这一次击倒貌似并没有挫到铁银华，反倒是激起了铁银华的战斗欲望。铁银华和其他的3位天王相比，他没有太独特的个人特色，不过他是这4个人当中啊基本功最扎实，也是越挫越勇、越打越猛的这么一个选手。的力量是蕴含于内的，并且特别擅长于年抱往前缠斗。近距离、中近距离的打法非常刁钻，并且落点非常诡异。这位选手曾经在我们的比赛中呢 KO 了林帅。对，在去年那个中韩对抗赛在韩国的首尔，也是这样软绵绵的打法，但是他是一个高边腿上头，没错 KO 的林帅。他的重击非常的重。部的铁银华，蓝方是来自韩国的金东秀，是双方的第2局比赛。刚才韩国选手的一早踢到铁银华的道路，进行了1个月的。有了这一次击倒，双方目前的话也算是扯平了，也算是打平了，各自击倒1次。站起来的金东秀也激起了战斗欲望，2个人都是拼打类型选手。
什么样的比赛最好看？观众朋友们，就是两个选手啊，满脑子都想要 KO 掉对手，那这个时候的比赛100%会好看。而铁银华就还是有一点点硬，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些紧张，而且在跟对方的对攻中呢，由于对方一直逼着他打，一般小虎都是逼着被对方打，现在被对方逼着打，可能在心理上有点压力。在第二局比赛里面，我们现在看到铁银华有意识的加强他的前手拳的进攻，因为毕竟对方是反架的选手，你用后手拳打对手的时候，正好两盘赢了一局，没错，反而不好打。这韩国的选手呢，在身法和步伐的转换上是有特色的，自己看起来很软绵绵，但是实际上每一个动作打得都非常不错。好，目前第二回合时间已经过半，其实这个时候的金东秀啊，正值他最能打对巅峰的时期。赛前啊，他就是一副志在必得，一副鼻孔朝天啊，感觉这个胜利啊已经是唾手可得的感觉。但是今天铁银华的表现告诉了金东秀，他想称霸中国拳坛的梦想啊，是多么的遥不可及。他在第二局里面打的确实比较黏呀，没错啊。这个韩国选手已经拥有43胜7负的战绩，是一个非常好的23岁的年龄，他的经验。我们倒计时，小虎铁银华开始放开了，有意识加强后手之前的进攻，双方开始互拼。时间到，第二局比赛时间到。F 全球公开胜利男子67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是来自大东洋国际俱乐部的铁银华，还是湖北荆门人，而蓝方是韩国的金东秀。现在双方来对拳打对拼，第三这种转换就看谁落点更准确，对对方的拳法防御更好。第三回合的铁银华，观众朋友们真的是猛虎下山了，凶猛的重拳连击可以说是从各个角度、四面八方的向金东秀袭来。而在反观金东秀，他的反击呢都被铁银华严厉的报价和防守啊全部吸收。我们注意看铁银华的防守，这简直是密不透风啊！里面可以，但是在 WF 自由搏击近代格斗当中，这种带摔是不允许的，因为我们取消了主动的摔法。这位韩国选手呢，发现对方该在跟小虎对拼的时候不占优势，开始改变了比赛节奏。这位选手就是经验的表现，不停的改变比赛节奏，把比赛的优势。韩国选手很擅长这种贴近了以后突然改变距离，然后迎击对方的这种方式。铁银华不要给他这种方式的机会。这是一种整正之后，铁银华上来还要用自己的后手的直拳，因为铁银华的后手的直拳很具杀伤力。双方的比赛马上就结束了，面对金东秀最后时间的自杀式进攻，我们看小虎铁银华是完全不带怂，也放弃了防守。你想拼，那我就和你奉陪到底。不得不讲啊，我也很佩服这个韩国小棒子的抗击打能力，比这个小日本还扛够啊！皮糙肉厚，我觉得甚至能和这个武僧一重拼上一拼了，确实扛打。3个。韩国选手的西法也还击了一下，倒计时还在第3回合，铁银华小虎的这个点数肯定是占据优势，起码在第3回合，好，观众朋友们，双方这场互轰大战终于结束了。我们外表上看起来两个人啊是不相上下，打得有来有回，但是啊，这场比赛铁银华的防守明显要优越于对方，所以说我们的点数、分数、重击啊都要比对方多，分数上绝对是遥遥领先。结果红方胜。当时在对视的时候，我就想动手去揍他，真的。这绝对是张志磊最愤怒的一场比赛。发布会现场的对视环节就已经想冲上去暴揍对手。张志磊和这个黑人拳王到底有何恩怨？听我给你娓娓道来。对手是号称能暴打巅峰时期泰森的美国拳王维尔德，他残暴的重拳可以瞬间让对手躺在地上，浑身抽搐不止。大开大合的拳击风格，再加上不打飞对手、绝不罢休的气势，也造就了无数暴力 KO 对手的名场面。42胜0负，41场 KO 对手的傲人战绩更是让他独步拳坛。也正是因为名气太大，也让他的眼里放不下任何人。早在几年前，张志磊想做他的陪练，都遭到了他的拒绝。他甚至表示，打中国人只会脏了他的手，张志磊做他陪练的资格都没有。但如今时过境迁，张志磊早已成为 WBO 的重磅级过渡拳王，以名声大噪。已经具备了挑战维尔德的资格。虽然说维尔德接下了比赛，但是在发布会现场，他依旧瞧不起张志磊，3番5次的发起挑衅。
称张志磊只是运气好，并且表示张志磊明天上台绝对挺不过1个回合就会被他无情 KO。然而威尔德不知道的是，其实张志磊心中一直藏着一团怒火。我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肯定把我的这些怒火全部砸到你身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中国巨人拳王张志磊大战美国青铜轰炸机威尔德的一场精彩大战。好，费特，比赛已经开始。为了节省大家伙的时间，这场比赛呢，我们只会挑精彩的部分展出，绝对会全程高能，没有尿点。其实这个时候的威尔德呀，过得并不是特别顺利啊，因为他的生涯战绩啊，已经不再是不败战绩了。在和张志磊对垒之前啊，他最近的4场比赛，2次输给了泰森·富里，1次输给了约瑟夫·帕克，也就是说4场比赛啊，输了3场。这让不可一世的威尔德呢，也被磨平了棱角啊，但是啊，还带点尖儿啊，这点尖儿啊，都冲向了张志磊。其实这个威尔德呀，和我们志磊比起来，他的拳法是相当烂的，甚至有人说这个威尔德靠着王八拳打成了世界拳王。这一点啊，包括他自己他也承认，还没别的啊，就是拳头啊够重。但恰好了，今天张志磊的拳头也很重。我们看比赛一开始，张志磊是不断的前压，不断的逼近威尔德，这种强大的气势和怒火，现在吓得威尔德呀，还真就是节节败退。张志磊为了此时此刻啊，为了这场比赛，为了这一次复仇，他等了很久啊。说复仇不太准确啊，主要是要宣泄一下自己心中的那个愤怒。曾经被人瞧不起，今天全部要拿回来。哎，堵到角落了，连续的乱拳锤击。这是威尔德自出道以来打过最狼狈的一场比赛了啊！这几乎是全程被追着暴打。要知道，威尔德以往的比赛都是反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他追着别人打。哎呦，这个被打的已经是啊，几乎是没有还手的余地啊，只有被动挨揍的份儿。You've got to be saying this is got to let your hands go regardless of what you're doing. Drop it twice. 哇，这个后手非常重。这场比赛，张志磊已经是铁了心了，就是想在最短的时间里边 KO 掉威尔德。一方面啊，的确是急于报仇，而另一方面呢，是张志磊的体能上，在他这个年纪，在前半段的时候是最好的啊。如果比赛的前6个回合拿不下的话，后6个回合将会异常的难打。所以说呀，能速战速决，我们就速战速决。And a jump shot. Oh, there you go. Mount guarding. Throw 5 or 6 power punches. Wow. See what he can do. He's committed to the right hand. That's making difference already.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场比赛威尔德呀也打中了张志磊不少拳，但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后手重炮啊，今天在张志磊的身上不好使了啊，根本打不动了。In front of you, walking you down. This looks like a Sunday afternoon sparring session. 威尔德已经被迫使用了很多次裸爆战术了，这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从来没有过的，甚至今天还打了很多脏拳。
不断前压，这场比赛就是不断推进、推进再推进。后手啊倒了，我们再看一遍，先是一个右手打晃，再补上一拳，哇！而且这拳是在对方转身的瞬间打中了对方的腮帮子。我们看威尔德躺在地板上相当的舒服。我们再来看一遍精彩回放，先是一个右手打晃之后再补上一拳。可以看到这个脸上已经打出了血打出了口子，足以看出张志磊刚刚这一拳到底有多重。让我们恭喜张志磊，真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多年前你瞧我不起，我今天让你躺地不起。再次恭喜，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这种进攻我们没有见到，是第一次。他是我们中国的花招天王，空中360度侧空翻，这一招不仅打得小日本一脸蒙圈，就连我们的中国观众也是一脸不可思议。谁也没有想到打日本人竟然还能如此的赏心悦目。他就是打日本人从来不心慈手软的抗日奇侠李连邦。提日本，一提日本我就来劲儿。我也想过去日本好好的打一场，使劲的教训他们一下。对于李连邦来讲小日本就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永远秉承着来一个打废一个，来2个打废1双的原则，绝对不会让任何一头小日本子站着走下擂台。而且为了能够使打小日本更有劲儿，为了增加爆发力，他甚至每一天都会吃掉1盆大蒜，随时保持着战斗状态。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李连邦今天的第一个对手，来自日本的第33届空手道大赛的冠军和田祥司。知道的明白他是穿了一身道服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个家伙刚出完丧事好像穿了一身丧服我们再看李连邦，为了打日本人，他这身行头相当的霸气这是齐天大圣手持金箍棒，这金箍棒观众朋友们专打妖魔鬼怪所以说呢，打小日本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的赛前数据面板，1.75米对战1.68米，1.9米的臂展对战1.68米。在年龄上，我们23岁对战33岁对方比我们大了10岁，但是在身高和臂展上来说呢，李连邦更有优势。好，比赛开始，闲话少说。64公斤级的超级战，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大家好，我是蔡志贤。这场比赛是红方选手李连邦对阵来自日本的和田祥司。是的。李连邦是由阿福伯吉派出来的第2位强将也是网络上最红的 IP 他的粉丝已经到达250万，他的作品点击率超过7亿次所以其实在路上太多人认识这个李连邦了。太厉害！他今天的出场也给大家这个耳目一新的感觉。是，以前我没看过他这样出场的。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看小日本在李连邦的面前整个人看起来是软软绵绵，而李连邦也许是大蒜吃的比较多你看整个人呢是相当的硬朗了，很有男子气概。他的出场选择这样的一个形象，一个音乐出场，其实是和他俱乐部的这个 logo 是契合的。是的而且这个李连邦是专打日本人的。这边比赛开始还不到2分钟1分010秒，小日本已经不行了，已经受不了了。不知道是李连邦的拳太重，还是李连邦这个大蒜的气息太浓，给这小日本给熏懵了。好，没问题，他选择继续战斗，还行，还挺有骨气。这怎么刚站起来就倒了？好，第2次读秒，这应该是要结束了吧？好，看情况他还想打，难道非要被 KO 他才心满意足吗？而且这次李连邦的重拳是由何志伟教练亲自调教的。白毛巾。好，比赛结束了这个真是活该你不被 KO自己心里不痛快好，我们再来看第2场李连邦大战日本选手的秀亮没错，他呢是今晚李连邦的第2个对手。你没有听错，李连邦在今天晚上要一口气打2个。主要是上一场比赛打得太快这李连邦还没出汗呢，比赛就结束了，所以说呢还没打过瘾。第2场赶紧接上。组织反击。今天因为他知道呢李连邦的速度很快所以他就先下手为强，而且不断的移动。这怎么比上一个还要不抗打呀？这才开局还不到30秒，我们看日本的秀亮已经是被读秒了。
眼神涣散，但他依旧表示我还能继续战斗。在赛前，秀亮就说李连邦速度快，攻击力量大，没有缺点。然后他就说拼命移动，以免挨打。所以他现在赶快移动了。当然李连邦也打准一点，再打准一点。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秀亮的体能能不能够支撑。哎呀，打！哇！快速的去躲开李连邦的进攻。其实很多观众觉得是不是日本选手不经打，其实没有，是因为李连邦的这个身体素质太强了。对。哎，又是一个观众朋友们被打倒2次啊，仍然不认输的日本选手。绝对是和上一个一模一样啊，被干翻了2次，仍然不服输。这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而且说到降重能力，李连邦平常就体重71公斤，从71降到63了，对他占有很大的优势。对，降重能力强。哎，观众朋友们，非要被 KO 不被 KO 啊！这帮小日本心里边不得劲儿。好，2场比赛都是在第一回合啊，都是3次击倒，总共的话是6次击倒。李连邦太狠了。好，李连邦的第3个对手来自日本的龙口修身，对方是一个地面和摔跤的高手，而李连邦呢自然相反啊，他是一个站立系的高手，擅长拳腿功夫。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李连邦来讲啊，做好防摔啊是最大的一个考验。虽然日本选手之前是学武手道的，对，好接腿，一摔倒，我们看在绳圈边上。好，裁判李连邦的回插出去出圈啊，不过日本选手是拿住了双内把，这个把位对于摔跤系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容易摔倒的。我们看裁判怎么判啊，分开了，在绳圈边上没有继续做出效果。这个如果是在龙边的话，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对，龙内技术的话是不可以因为技术来终止比赛。刚才暂停的这个比赛可以说是给了李连邦一个很好的机会。后手还是比较的坚决，这个日本选手还是规律。宝华左后手拳前摆，到了一个交交位啊，内外把交叉位，这个位置说不出来谁比较有优势。这场比赛很明显，相比前2场来说呀，打得非常的难。我们看对方呢，像一块像一块这个嚼过之后的口香糖一样，很恶心，粘住了我们。而且这个小日本的抗击打能力很强，刚刚在战力层面上已经吃到李连邦啊多记重击但是他现在依旧是像没事人一样。前2场比赛李连邦打的是纯战力规则，自由搏击，而这场比赛是综合格斗规则啊，可以打地面，可以打摔跤。他眼睛比较贼。是在李连邦出动作之后，马上要找机会近身，要背负头嘛。李连邦这个把力是拿了特别的优异，所以在摔的时候比较费劲。我觉得他一直没有拿到全把位，是少半个把位。对，半个把位。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人如果力量差距不大，特别是我们的散打选手，很多人说散打选手是站立系的，但其实散打选手有大量的这个防摔的经验啊。对。所以日本选手只要感觉到你没有顶过我胯，我就来一并进。好，紧出，又一个海式的进攻，李连邦没有，李连邦刚才其实是拿到了一个双内把，但是他放弃了，在这个把位的抢夺上并不是很明显。现在李连邦啊，的确是有点进退两难。有了刚刚的经验之后啊，他也知道不能够离这个小日本太近，但这个距离啊拉得太远的话，对李连邦来讲也不太好啊。自己最犀利的重拳啊，也没有办法去够到对手。对方呢也深知啊李连邦重拳的厉害啊，所以说也压根儿不和我们来拼拳，也不来换拳。他就是在无时无刻找机会把李连邦，你看，无时无刻都在找机会把李连邦拽倒在地。这场比赛的确是有点难打了。前后手打到了，时机把握的特别好，第扫。在战力方面，日本选手没有办法跟李连邦对付。对，又一个后手，被日本选手古井中马上逃出来了。李连邦现在的状态越打越好。对，这个节奏慢慢的找到了。好，日本选手后手前手，李连邦顶到，拿到了一个单把位。
我也没有看清楚他这次是不是他自己把自己挂在这个绳圈里边了，两个手打扣，正好搭在了这个绳圈中间。是必定会被裁判分开的。说到打日本人的好手啊，我相信观众朋友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中华虎杨建平。而杨建平对李连邦的评价呢是相当之高的啊，因为他在李连邦的身上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身影，就是说啊打日本人，哎呦你看重拳的确是够重，就是说打日本人的时候呢他不心慈手软啊，放倒了连续的锤击，但李连邦呢也不敢轻易的压上去，因为地面战的话是一个深水区，李连邦他并不是很擅长，而对方也有恃无恐，躺在地板上干脆不起来了。日本选手在等他下来，但这个李连邦这时候可以往后退一退，可以往后退一退，让对方站起来。如果打地面的话，我们看明显李连邦虽然做了一些动作啊，但是效果其实并没有什么效果。特别是踢珠穆姿势大腿，踢对方大腿这个部分，对对方有很多次用脚挡住了。对。第二回合还有10秒钟的时间。哇，李连邦做了一个侧空翻，然后依然没过来，被截在了中间。这个动作还是做得很漂亮啊。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李连邦呢并没有如愿以偿的 KO 对手。对综合格斗的规则啊，李连邦还需要熟悉啊，这是他第一次打，之前打的都是纯站立规则。我的膝窝，如果认为没有办法比赛，可能会叫停比赛。对，扔白毛巾了，可能扔白毛巾了，要扔了，扔白毛巾了。好的，那么这场比赛李连邦拿下了，其实李连邦的表现也非常好。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的结果有点超乎我们的预料啊。那这个结果就是说呀，日本选手他认输了，扔白毛巾不打了。这种终结方式呢，在我们的专业术语当中叫做医疗叫停啊，可以理解为 TKO， 也算是一种 KO。那么恭喜李连邦3场比赛拿下3个小日本，观众朋友们够不够精彩？够不够给力？好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